最近召开的 G20 峰会着实引人注目，20个国家领导人汇聚一堂，各种消息简直是满天飞。例如英法恩怨录、莫里森遭拜登出卖，以及拜登马克龙一向泯恩仇等等，就着实透露了不少令人捧腹的消息。不过在种种消息中，有2大消息却事关我国，当中信息量极大。第一条消息，布林肯走侧门进中国驻地。据媒体报道，10月31日，我国外长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罗马举行了会晤，在这里需要注意4点：其一，这次会晤中国是坐在家中等待美国上门；其二，这次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亲自来到中国驻地，走的还是侧门；其三，这次会晤时间只有50分钟，双方就撤了，并且见面的时候双方没有碰肘；其四，这次会面的同一天，中美再次在亚太数度交手。从这4点来说，这次会面其实双方依然没有达成一致，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即使再怎么放低姿态，亲自上门、走侧门之类的，都无法掩盖美国对亚太的野心勃勃。因为当天美国数架军机就进入南海，试图给我国施加军事压力。从这次进入南海的美军机中有一架核物质侦察机就能够看出来。而且就今年双方几次会晤都必然伴随着美国的军事威慑来说，美国依然没有放弃竞争和打压，根本就没有任何想要诚心诚信谈判的意思。特别是这次在没有碰肘的情况下，我国依然和美国谈了50分钟，这拿出了足够的诚心诚意和认真务实的态度，而美国却依然如此行径，不得不说，对美国果然是不能抱有任何幻想。第二条消息， G20 峰会中国方案备受关注，德高官盛赞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性。不得不说，相比和美国的会晤，这条消息确实非常令人欢喜了，因为这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拥有很大影响力的绝对证明。据悉，这次峰会上，我国秉持了一贯作风，甚至对美国都拿出了以德报怨的心态，来努力为国际社会添砖加瓦。例如新冠疫情、气候变化、能源变革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我国不仅明确提出多项十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还一直在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新冠疫情，促进其经济发展，并且还积极推进各国共同携手解决目前的世界危机。这种雍容大气的大国风范也让世界都为之惊叹。说实话，中国一直是非常负责任、非常有担当的，这一点已然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认知。因为没有危机，中国从来不逃避，永远在积极想办法解决。这一点和美国完全呈现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德国高官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耶申格尔才会盛赞中国，表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全球多个危机都将无法得到妥善的解决。树欲静而风不止，用来形容现在的中印边境局势再合适不过了。这边中国希望双方通过会谈来解决矛盾，但是印度方面却野心勃勃，想要中国单方面让步，不停地在边境进行军事部署，来向我国施加压力。这不，近期大批的美式装备又被印度部署到了边境地区，以加强他们的作战能力。据环球时报报道，印度在边境地区的一支部队最近接收了一批刚刚获得的美制武器，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支努干直升机、M777 超轻型牵引榴弹炮以及大量的单兵装备。这次部署虽然极大地增强了印度军队在边境地区的作战实力，但是在印度国内有很多人都对印军的这个举措持反对意见。有人认为，正是由于莫迪当局的错误，才导致中印之间的敌视，同时也让印度成为了西方世界军火最大的买家。他们认为，印度应当像以前一样和中国搞好关系，而不是成为美国用来对付中国的棋子。确实，印度这么多年以来，从美国、法国以及以色列进口了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是在一些印度民众的眼中，即使印度花再多的钱，西方国家都不会帮印度打仗。对于和中国的矛盾，一些印度民众提议不应该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他们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比印度强多了，印度应该采取其他措施，而不是用战争的方式。对于我们中国而言，虽然我们的实力要强于印度，但我们也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和争端。可惜莫迪政府却一意孤行，不断在边境地区增加军事部署，希望通过军事施压的方式迫使我国让步。不仅仅是美式装备，之前印度还将米格29战机也部署到了边境地区，一条世界上最长的双车道隧道也正在加紧施工。据印度方面透露，一旦这条隧道完工，印度将可以在不被中方发现的情况下进行部队调动，这一点我们不得不警惕。对于印度，还是那句老话，战术上要重视，战略上要藐视。虽
虽然印度目前的实力不如我们，但有了西方国家在背后撑腰，再加上大量的先进装备支撑，印军目前在边境地区的作战力量不容小觑，千万不要有丝毫懈怠。俗话说得好，雄鹰搏兔亦用全力，更何况我们面对的可是号称世界第4军事强国的印度啊，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希望印度能够重视民众的意见，不要试图通过军事施压来解决纷争。中国绝对不会做出单方面让步。如果印军敢开第一枪，接下来受到的教训可能比几十年前那次还要深刻。最近，美英法德4国突然联合发表了一则声明，声称将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生产或获得核武器。而这则声明在很多人看来，从字面意义来看，这则声明显示了这4个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决心，但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个声明充满了火药味。虽然美国总统拜登也表示将明确承诺美方将有条件地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但是对伊朗而言，美国的可信度并不高。其实早在2015年，5大常任理事国再加上德国就已经同伊朗签署过一份联合全面行动计划，针对解决伊朗核问题。没想到的是，美国却在2018年单方面宣布退出这一协定，这才导致了一系列后续的问题。这份充满火药味的声明是4国总统齐聚罗马时讨论出来的结果。很显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上耐心近乎耗尽，进而抛出这么一则联合声明。对于美英法德的声明，有分析人士表示，美英等国这种做法是严重的双标行为。虽然伊朗核问题最终需要解决，但是在这之前，美国应该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帮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这对世界而言也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伊朗可以回到谈判桌上解决核问题，美国和澳大利亚能吗？况且伊朗核协议是美国率先撕毁的，为什么美国不先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反而要用充满火药味的手段来迫使伊朗就范？确实，限制伊朗无法生产核武器无可厚非，但美英等无视核不扩散原则，将攻击性核潜艇卖到澳大利亚的帝国主义行为也应当停止，不然难以服众。不过，美英法德4国声明，伊朗听不听得进去还不一定，毕竟和美国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军事威胁对伊朗而言早就已经习惯了。伊朗也不是没有准备，据悉他们已经和俄罗斯正在进行谈判，希望获得一些先进的军事装备。据国外媒体透露，伊朗基本上可以确定将从俄罗斯购买苏35战机，同时苏30战机、T90坦克以及 S400防空导弹等装备也很可能涵盖其中。虽然对于伊朗而言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但是在能源价格日渐上涨的今天，如果伊朗选择用石油来进行支付，相信俄罗斯也不会拒绝的。总之，无论是美英法德的联合声明，还是伊朗的军购，都预示着在伊朗核问题上火药味已经十足。希望各方能够保持克制，不要再激化矛盾，为早日解决伊朗核问题做出正确的行动。事情总是千变万化的，谁也不知道下一幕会迎来什么。场景一度在反转，让曾经那个打着自由航行旗帜的日本也被迫做了几次御用摄影师。中俄绕日军演就让日本感受到了威慑，再加上俄罗斯的多次出手，让日本更是胆战心惊，甚至到了向美国求助的场面。美国的强硬拒绝也让日本感到一阵心凉，对他国军演的忌惮也就更重了。中俄间的军演已经让日本开始设防，认为前者的举动就是在针对自身，并会加紧对这一方面的部署工作。现在日本防卫又再次将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曾零52C 驱逐舰直逼日本家门口，这很值得警惕。该驱逐舰穿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间的海域，并向太平洋的方向行驶。此外，日本还公布出，就在同一天，3架军机还在东海和太平洋间进行了相关活动。这3架军机类别包括2种：运9情报侦察机和运9反潜巡逻机，其中运9情报侦察机为1架，运9反潜巡逻机为2架。对比052C 驱逐舰自由航行霸气的身姿，日本却表现出了相反的姿态，那就是紧急做出反应，并开始进行尾随，一路护航。毫无疑问，对于这个举动，日本明显是感到懵了。中俄军演还没有过几天，这下又来个自由航行。事实上，也可以这么说，日本的心态开始有点崩了，并有认怂的趋势。从这件事情来看，日本或能意识到了一个严重性的危机。这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别国在日本周围的军演次数开始增多，特别是拿俄罗斯军演看，多次在日本海进行军演，就是在对日本打一剂预防针，就像是在提前警醒日本。这种事情只会越来越频繁，而后者也要试图接受这样一个现实：绕日军演将会变成一个常态化。另外，更让日本感到绝望的是，美国已经发出过拒绝的信号，不会在这件事情上插手，而日本以为能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想法，被美国直接扼杀在了摇篮中。在中俄军演日益频繁下，日本只能一个人尝下苦果，以剑还剑，明显让日本吓坏了。
让后者感受到了紧张的氛围。其实日本也不值得同情，其也经常活跃在中国敏感海域。俗话说种什么因结什么果，这完全是日本一手造成的，也是其该承受的。不过这也说明，对于美国的摊牌，日本也该有所反应了。美国靠不住，日本也要往前看，早日了解到跟随美国的下场注定是要被抛弃的。更不用说自由航行这个词本质上就是美国一手促成的，他们才是那个罪魁祸首。